Hello，大家好，我是怡园。刚刚官方发布了更新抢先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更新有没有什么详细的细节。首先就是失落之地的等级分配，那可以看到它画面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积分的，最少都要有 A 等级。至于这个等级要怎么提升呢？在之前的影片我跟大家说过，是通过击杀还有重伤来提升的。那你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只有 T4 跟 T5 是有计算的。像如果击杀了一个 T4 部队的话，就可以获得10点；击杀一个 T5 就可以获得20点。至于重伤的积分会比击杀还要更少。而且我们看回上面的进度条，你们可以看到，除了是根据失落之地的积分来计算的话，也可以看到有多少个玩家是已经超过了1000积分，全部都会写在这里。那如何去查看这个界面呢？就是去到失落之地的那个界面，点开的时候就可以查看了。下面就有说如何要变成 S 等级的失落之地，或者是 S 加的失落之地，并且还有要求有多少位玩家已经到达了1000万积分才可以计算为 S 或者是 S 加等级。所以像我之前所说的条件呢，还是有一些苛刻的。如果你的王国不是很活跃，只有一个玩家拿到特别高积分，其实也不能入选为 S 或者是 S 加等级的失落之地。那如果变成 S 或者是 S 加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返还的兵量会比较多，像 S 等级的话就会额外增加 5%， S 加等级就会增加 10%。顾名思义就是让那些损耗比较大的王国可以拿回更多的兵力。但是你们要注意看下面它这里所写的规则，大致上的内容我是已经说过了，但是这边有一个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在战斗期间有玩家移民的话，他的积分依然还会保留在那一场 KVK。但如果那位已经移民出去的玩家他是没有额外返还的，什么意思呢？他依然还是会用回原本的 50%， 没有办法额外再增加 5% 或者是 10%。 就是说那位玩家选择移民是个人行为，不会上升到整个失落之地。除此之外，只要你的失落之地等级上升到 S 或者是 S 加等级之后，就会解锁其他的成就。我们先看 S 等级的，这里就有要求整个阵营的总荣誉值必须要超过1000万，整个阵营击杀的 T4 部队要超过2500万，整个阵营的玩家就可以获得2万宝石、5颗洗炼石，还有一些资源。至于 S 加等级，这里所要求的荣誉积分数目是一样的，但是所要求的击杀部队数量是有所提升的，从 S 等级的2500万变成 S 加等级需要4000万击杀。但是奖励有所提升，会获得4万的宝石，并且10颗洗炼石，获得的资源也是有稍微提升。变成 S 等级之后，在英灵殿上面的问号，你们也可以点开查看为什么会增加 5% 或者是 10%。接着就是水晶科技的改版，那在前面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啊，都是一些基础的提升，然后到了中间你们可以看到变成速度提升了。第三个部分就是扩编，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从以往必须要4条线条同时连接，变成每一条线条都可以连接，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单一兵种去提升了，不需要全部兵种都提升。来到了后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以减少所使用的水晶数量，还有就是可以拿到更多的水晶数量，集结时的容量提升，造成野蛮人的伤害提升，扩编造成考鲁拉克的伤害提升，水晶用量减少，集结部队容量。接着这里也是兵种的提升，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到中间的这一排有所改变了，这里的文字它所写的就是一些护盾、护腕又或者是马袋，就说有很大可能这里的提升呢，全部都是一些防御力提升。这一点跟以往的水晶科技有一点不同，在以往的水晶科技都是提升伤害而已，这一次提升了防御。接下来还是兵种的速度提升、扩编，然后你们看后面的提升又有所改变了。这个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过的，可以便携式的去拿到符文。只是需要去水晶研究院点开，你会看到有一个符号，点击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一个符文，并且这个符文是可以自己选择增益的，但是这里并没有写到详细的规则，不确定这个符文有没有 CD 时间，可以召唤多少次。画面上还有包括治疗、伤害提升，右上角应该是减少治疗的用量，下面那个就是快速的回城，这个也是新增加的科技，只要你的部队溃败之后返回城市的速度就会提升。但是你们注意看这边画面写使用宝石，所以这个也不是免费的，如果你们想要快一点的话，就要用宝石让你的部队返还的更快。那这个宝石可以用多久呢？还是每一个部队都要使用宝石呢？这个就不清楚。
那我觉得这个宝石给的数量呢，应该是有一个固定时间的吧。就比方说你给了1000宝石，可能在4个小时里面返回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这个是我推测啦。那这边问一下各位啊，假设说是需要用宝石可以让你的部队溃败的时候速度更快，你们能够接受吗？因为各位你们要知道啊，它这里所谓的返回城市更快呢，是只要你点击了返回城市的按钮，它就会马上回去你的城市，不需要再跑回去了。这个功能其实是让一些大佬去使用的，因为多数玩家呢不会花这么多的宝石在这方面上面，所以一般玩家需不需要去解锁这个技能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吧，不是每个玩家都需要用到。接下来的技能有包括回血，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图标全部都是有一个加的符号，然后右手边就是增加行军速度，在更靠右手边呢就是治疗，后面还有包括伤害提升。左上角那个图标代表什么意思我已经忘了，那中间这个也是新的东西，根据它的图案还有名字来看，这个应该是开启护盾。至于最后一个水晶科技，就是在我们围旗帜啊围集结的时候伤害会更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车的水晶科技改版比较多都是在减少自己的伤害呀，又或者是让自己回血开盾，而不是在无脑的叠伤害了。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可能改善我们拉扯的环境呢？因为现在就是统帅的伤害太高了，变成有很多玩家都是不断的在拉扯。那如果改成这个水晶科技之后，大佬们冲在前面也有护盾，然后他们受到的伤害也会降低，可能战场的环境会有所改变。再来就是 KVK 原本提升 40% 的所有伤害变成 30%。接着就是之前有说过的托菌金跟贝特朗他们之后会更改技能，那我是已经去问过客服了，是不会返还金头的。除了托菌金跟贝特朗之外，还有包括武田信玄还有居鲁士大帝都会变成 KVK 2中就可以获得的统帅，也会出现在 KVK 2的转盘 MGE 每日特惠宝箱。下一个就是预设旗帜，现在阿斯他们建旗帜的时候可以预设路线了，当然也是可以取消的。接着就是头显预约的功能，当你们使用头显之后就可以取消头显。国王也可以设置预约头显的账号等级，使用的时间有多长。再来就是新的饰品，这个是重级统帅所使用的新饰品，佩戴这个饰品之后就会增加 3% 的重击伤害，当你使用任何的重击伤害时，有 50% 的概率可以治疗轻伤单位 5%。 所以像这个新的饰品，它所提升的伤害是常驻的，只是有概率可以帮你治疗。另外一个就是连击伤害的饰品，造成任何连击伤害时，有 50% 的概率可以获得 3% 的连击伤害提升，持续时间5秒，最多可以叠加5层。也就是说，如果你运气比较好，叠加到5层的话，就会提升 15% 的连击伤害。那为什么连击伤害的加成不是常驻的呢？我觉得有很大可能就是因为亚瑟王它可以再次触发连击伤害，连击伤害的专属铭文蝴蝶针刺也是有很大可能可以再次触发连击伤害，如果一直常驻的话，可能你的连击伤害就会很高，所以它会变成有概率性并且是可以叠层。但是现在玩家遇到的问题就是，如果要分解掉目前的装备，就是目前的饰品去做这个新的饰品的话，只会拿到 50% 的材料。那如果配合我前面所说的，官方改了水晶科技之后，玩家应该会减少拉扯的次数，玩家就可以正常的释放技能了。如果是获得这些饰品加成的话，其实会比较好。但玩家的材料不足也是事实，并且锻造其实问题不大，问题是如何去获得图纸。玩家可以透过失落之地商店购买，这边所需要的开销是18万的赛季币。在炸弹活动中也是可以获得这个图纸，但是要刚好碰到有饰品的时候。接着就是洗练保底，那么这个保底功能是如何操作的？你必须要先锁定它才会触发，就比方说画面上它是已经锁定了步兵的攻击力 3.5%， 接下来洗练10次才有机会获得同样属性的加成，也就是所谓步兵的加成，但是这边并没有保底说会加成多少。每次洗练30次之后拿到的数值就是 2.5%， 但是各位你们要注意看这边的规则，这边说每次，就是说这边的数量是会重置的，不是说累积之后你就一定可以拿到这些属性。根据它的规则来看呢，有很大可能会归零，也就是说这个保底机制呢，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这部分你们可以理解为我们开军器宝箱的时候，你开到了专属或者是专精就会归零的概念。接着部队行军的时候线条会比较细一点。
还有在之前的影片中，我跟大家说过的，之后手机、平板玩家也可以拉扯了。只要在设置中开启这个功能，把原本搜索的按键变成回去城市的按键。当你们选择了部队之后，就会变成返回城市的按键。再来下一个是隐藏的更新啊，这个是属于 SVIP 的玩家增加了新的主题。我个人觉得这个新的主题还蛮不错的，它这边的名字叫星星与风暴，也是增加了新的行军特效，在行军的时候会有闪电的特效。最后就是节日活动啊，这边就不详细的介绍。那这一次的活动就是像我之前所推测的一样，联盟活动。玩家需要消耗宝石或者购买礼包才可以获得道具，然后道具就可以兑换一些镜头啊、材料、一些紫色的图纸等等，还有个人牛车、眼疾手快等等。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抢先看了，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你们最喜欢哪一个更新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